刚从杂草中穿梭而出，走到一条弯曲不见尽头的小道。魏无羡骑在驴上，拍着自己的身上的异物。蓝思追拉着缰绳，从自己头上拿下一片黄叶，两人朝蓝景仪看去。此刻蓝景仪皱眉嘟着嘴，双手摩擦着身上的蜘蛛网。一旁的蓝方正与蓝方圆已经笑得5度下蹲，还道：哈哈哈！景仪师兄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！蓝景仪看着他们不服气道：我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探路，不然这蜘蛛网也有你们的一份。说着又看着魏无羡道：魏前辈，这都怪你。蓝景仪这一转过来，魏无羡与蓝思追也憋着嘴想笑，清了清嗓子，管理好表情道：景仪，这怎么能怪我？是你说这条路可以走的，谁知道是个乱草丛，这我可不服气。蓝思追指了指自己的右脸道：景仪，你这里还有。蓝景仪拍了拍脸道：早都说了让我和思追轮流御剑在你的，你偏要自己御剑，御累了还买了头驴要骑驴，他又不是小苹果，笨死了，跑错了路，害得我找路找得这么辛苦。那草丛也是奇怪，全都是蜘蛛网，这样子确实是有些惨。虽是在抱怨，魏无羡越来越忍不住想开口大笑，憋得面部表情不停抽动，随即指着旁边笑出眼泪的两人道：方正方圆，你们还笑，赶紧帮你们锦衣师兄弄干净。蓝方正与蓝方圆这才擦了擦眼角，一同上前给蓝景仪弄蜘蛛网。这次出门夜猎可是蓝启仁指派的任务，说是有人去云深不知处请示，这一片有半年多未传出什么消息了，好歹也是一个正经的村落，突然没了消息，却也让人生出疑虑，但没听说过有什么邪祟伤人的事迹。于是魏无羡便带着这4个小辈一同来了。魏无羡如今结丹不久，遇见自然是觉得累的，左右也不急，便停在路过的镇上买了头驴。谁知这驴是个犟的，骑上去就开始乱跑，跑错了路。于是蓝景仪飞上天去探路，自信满满的落地引路，越引越歪，逐渐路都没了。俗话说，这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他们自然不想退回去，就由蓝景仪在最前面亲自走一条路出来。这一走，走了大半日，终于走出来了。蓝思追拉着乱动的驴，看着魏无羡道：魏前辈，这个地方虽是没有人烟，但我觉得倒是灵力充足，一般这种灵力充足的地方，不都应该有仙家驻守吗？为何此地连人都没有？魏无羡往四处看了看，道：此地确实有些古怪。蓝景仪身上蜘蛛网弄得差不多了，也走近问道：有何古怪？魏无羡噗呲笑道：如思追所言，灵力充沛之地是仙家所求之地，为何此地却无人问津？我且问你们看过的卷宗里可有对此地的记载？4人想了想，一同摇头道：没有。魏无羡又道：那可是卷宗记录有失？蓝思追道：此地并非久远偏僻之地，不应没人发觉，卷宗未曾记载，应是。蓝景仪又抢话道：那便应是不久前才生出的灵力，是不是魏前辈？魏无羡笑了2声，哈哈，不错嘛，景仪都会抢答了。蓝方正与蓝方圆又异口同声道：我从未听说过灵力可以突然生出来。魏无羡转了转手里的陈情：你们蓝家的古书里有过记载，灵力突生，或是地域震动而发生异变，或是得到高升者雷劫残留，也或是。4个小辈听得认真，看魏无羡神神秘秘的欲言又止，凑近道：也或是什么？魏前辈。魏无羡见几人凑近了，低下头神神秘秘道：也或是。突然提高音量道：有鬼啊！啊呀，魏前辈，你干嘛吓死我们了？哈哈哈哈！你们胆子这么小，还敢出来除祟？瞧瞧我家小思追，面不改色，你们呀，真应该多学学。哈哈哈哈！蓝思追看着脸憋红了的3人，道：魏前辈，您别逗他们了。魏无羡笑够了，又道：好好好，不逗不逗，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蓝思追牵着驴，另3人站在驴的2侧，魏无羡骑在驴上，缓缓吹奏出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。一曲毕，蓝方正与蓝方圆同声道：魏前辈，这首曲子真好听。还没等魏无羡回答，蓝景仪便先道：那当然了，这可是韩光俊写给魏前辈的，你们第一次跟出来夜猎，没听过也不甚奇怪。蓝思追也接着道：这首曲子
无论听多少遍都觉得好听。蓝景怡又道：好听是好听，可惜我们都不能弹奏。魏无羡转头看着蓝景怡问道：为何不能弹奏？这曲子不难呀。蓝景怡瘪了瘪嘴道：魏前辈，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上次我不小心哼了2句，被韩光俊给罚抄了舞。嘘，静声。蓝景怡话都没说完，远处便隐隐约约地传来声响，听起来像是极为痛苦的呼救声。魏无羡朝着蓝思追与蓝景怡道：思追，景怡。两人瞬间严肃。蓝思追将驴的缰绳递给蓝方正，随后与蓝景怡快速地往前跑去。蓝方正紧紧地拉着缰绳。魏前辈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听起来不像是人声。蓝方圆也道：是啊，魏前辈，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。魏无羡道：别怕，我们也跟上去瞧瞧。三人靠近后，蓝思追正在给一个看起来一点伤也没有的人输送灵力。蓝景怡紧紧地将他按着，那人不停地挣扎，从嘴里发出的声音像是极为痛苦。哎呀，手，我的手，不要，我的腿啊，救命啊，腿眼睛痛啊，痛，放过我吧，呜！突然像是发不出声音似的，从喉咙里发出嘶吼，听起来甚为可怕。魏无羡紧紧地皱着眉看着他。蓝景怡大声道：你的手你的腿好好的，你吼什么？别动了！眼看着那人要挣脱蓝景怡的禁锢，魏无羡从驴上下来，一个手刀将人劈晕。蓝景怡抽了抽嘴，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道：他都疯成这样了，你还跟他讲道理，他听得进去吗？蓝景怡将人往地上一扔，道：魏前辈，你说的好有道理。蓝思追收住灵力，站起身来道：魏前辈，这个人怎么了？我探了他的脉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可方才那样又不像是装的。魏无羡看了看躺在地上那人，道：说不准。景怡，你背着他，我看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，便好心将他送回去吧。蓝景怡急道：啊，为什么是我背？魏无羡耸了耸肩道：思追要牵驴，方正和方圆还小，只剩下你了。蓝景怡无法反驳的微微一愣。魏无羡骑上驴，已经与蓝思追往前走了段距离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大声道：他们哪里小，就小了我2岁，2岁。魏无羡与蓝思追也不回头。蓝方正与蓝方圆同声道：景怡师兄，魏前辈让我们一人背一段路呢，快走吧，再不走追不上他们了。蓝景怡道：这还差不多。蓝景怡背着这个大男人，看起来还挺轻盈，几步便追了上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那人已经换到了蓝思追的背上。蓝景怡牵着驴，看着路边一块大石上的刻字，道：北雨村，这村的名字还挺好听，像个人名。魏无羡也道：确实像个人名。蓝方正与蓝方圆同声道：总算是到了，思追师兄，让我们背一段吧。蓝思追将背上的人放下，正要往蓝方正的背上搭，却从前方冲出来几个人，他们手里拿着锄头铁锹，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那不是李家的小儿子李逵吗？怎么在那？你们将他放下！魏无羡下驴上前拱手道：各位，我们并无恶意，只是听闻你们村有邪祟，特来此地相助。此人乃是我们路上所遇，若是诸位认识，便再好不过了。思追。蓝思追看魏无羡的眼色，将那人扶了过去。魏无羡看着这几人，明显眼神里有些慌乱，接过人依旧不肯放下手里的武器。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邪祟，你们来错地方了，赶紧走。蓝景怡上前道：你们这群人没有邪祟便没有邪祟，好歹我们也将你们的人给背回来了，没有一声感谢也便罢了，怎么如此无礼？那几人却不肯再多说话，举着锄头铁锹就要砍上来。魏无羡几人也不能伤了他们，于是转头便跑。那些人追得还挺远，直到离村里很远了才退了回去，并警告了魏无羡一行人，不许踏进他们北雨村一步。天也暗了，走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见到个村子，还被人赶出来了。几人寻了一个适合露宿的地方，搭了把火围坐。魏无羡从乾坤袋里拿出几个饼分下去，道：来，尝尝你们韩光俊亲自烙的饼，肉馅的，好吃得很。蓝思追与蓝景怡倒是经常能蹭到蓝忘机亲自做的吃食，蓝方正与蓝方圆可是头一回，激动的都舍不得下咽。
蓝景怡一大口下肚，道：“没想到这次出来就这么结束了，背了个疯子回家，还被别人给赶出来了。这业力笔记可怎么写？”蓝方正与蓝方圆又同时道：“我们才是第一次与魏前辈出来业力，却连邪祟都没遇见。”魏无羡噗呲一笑：“方正、方圆，你们长得一样也罢了，说话也总是一样，那你们的业力笔记不会也写得一模一样吧？”蓝方正与蓝方圆道：“一样的。”蓝景怡大声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魏前辈，你不知道，他们第一次写业力笔记一模一样，蓝老先生罚他们重新写，还是一模一样，最后亲自盯着他们写完，这才相信他们没有互相抄袭呢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哈哈哈，真是有趣，这次回去我定要好好瞧瞧你们写的。”几人笑得开心，眼神却突然朝着一个方向看去。魏无羡又大声道：“哎呀，景怡呀，你不是要方便吗？还不快去！”蓝景怡反应了一拍，看着那处微微动起来的树干：“啊，是，我看那边就不错，我去那边方便。”说着一个箭步飞出，准确地抓住了一个小女孩。那女孩看起来10来岁的样子，被蓝景怡抓住领子大叫道：“哎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个登徒浪子风流公子，救命啊！”蓝景怡立马松手，手足无措道：“谁是登徒浪子风流公子？分明是你在这里偷看我们，谁知道你玩什么把戏？”那女孩不管蓝景怡，朝着魏无羡便冲过去，被蓝方正给截住。“这位姑娘，天色已晚，你一个人在此作甚？为何偷看我们？”他看着魏无羡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是你送我哥哥回来的，求你救救我哥哥吧，我不想他死。”蓝思追赶紧将人扶起来。魏无羡问道：“我们送回去那人是你哥哥？他无伤无痛，不会有事的。”那女孩拧开蓝思追又跪下：“不，他会死的，已经上百人都如此死了，郎中都查不出伤病，可他们都死了，我哥哥他一定会死的，你们是修仙的吧？你们一定有办法的。”魏无羡皱眉道：“上百人？”那女孩看起来倒是个胆大的，一点也不像个孩子。“是啊，这半年我们村已经有上百人死了，每一个出了村的人都死了，村长带着人封了路，不许任何人出去求助。你们是这半年来我唯一见过的外来人。”蓝景怡问道：“村长，就是方才赶我们出来的那些人，他们为何不许有人出去求救？”那女孩瞪了蓝景怡一眼，道：“村长说我们村遭了诅咒，出来便会疯掉，然后像他们一样死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这件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，小姑娘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你哥哥定会相安无事。景怡、方正，你们俩将他送回村子口。”那小女孩皱了皱眉，也别无他法，看着蓝景怡哼了一声，转身往村子那边走。两人护送着那女孩走远后，蓝思追道：“魏前辈，村长有问题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哦，何以见得？”蓝思追又道：“他既说出了村子便会遭到诅咒，那小女孩出来了却相安无事，可见他在说谎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说不定他回去便疯了呢。”蓝思追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魏无羡又对着蓝方圆问道：“方圆，你觉得呢？”蓝方圆突然被点名，微微一愣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魏无羡微微叹了口气，村子里死了100多人，却隐瞒得如此之好。那女孩的哥哥既然丢下他一人外出，应是想出去求助，可没想到却真的遭到了诅咒，疯了。蓝思追道：“魏前辈，果真是诅咒吗？”蓝方圆往蓝思追那里靠近了些，道：“那我们不会也遭到诅咒吧？”魏无羡脸色略显严肃，喃喃道：“灵力遇者而疯，手脚眼不能说话。”蓝思追道：“魏前辈，你发现什么了？”魏无羡想了想道：“诅咒也许并非针对北雨村里的人，而是北雨村外的这一条路，这一条唯一与外界有所联系的路，凡是在这条路上的人，皆会受到诅咒。”蓝方圆道：“不，我们走了一天，并未有事情发生呀。”魏无羡眉头皱得更紧，思虑道：“你们可记得我说的灵力突生的原因？”蓝思追道：“地狱震动而发生异变，或是得到高生者雷劫残留，也或是……”蓝方圆瞪大双眼道：“有鬼！”魏无羡点了点头。不过若是寻常怨鬼，不可能让此地生出灵力，
并且还下出如此厉害的诅咒。反过来说，灵力如此充沛之地，也不可能有什么鬼能住下来，除非此鬼非寻常的怨鬼。蓝思追道：“魏前辈，会不会是灵力高强的前辈历劫失败，陨落在此地，不甘心的成了怨鬼，又因生前修仙修道，是以不怕这灵力充沛之地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即便不是，也应是有灵力高强者死于此地，成了怨。”蓝思追又接着道：“若真是在这条路上下了诅咒，为何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也无事，还有那女孩也没事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此类诅咒一般只能识别阳气极重之人，我习的乃是鬼道，你们与我离得近，他识别不到也不甚奇怪。那女孩一人，阳气不足，识不到也。”说着脸色一变，糟了，锦怡他们话都没说完，起身便往蓝锦怡和蓝方正走了的方向冲出去。蓝思追也突然反应过来，与蓝方圆一同跟着追了上去。若真是如此，离了魏无羡的蓝锦怡与蓝方正必定也会遭到诅咒。魏无羡跳上随便，急速御剑往前去。他紧紧地皱着眉，自己为何会如此大意？虽是速度极快，距离也不远，可魏无羡赶到时，蓝方正已经倒在地上，与白日见过的那人一样痛苦至极。蓝锦怡倒是拿着剑对着空气中不停地挥动，可剑舞得无力，若真是碰到什么，恐怕也不能伤及分毫，看起来应是疼痛不已。魏无羡咬破手指，在眼前画出2道符咒，朝着蓝锦怡与蓝方正贴去。蓝方正立即昏迷过去。蓝锦怡似乎感受到了魏无羡的存在，朝着他跨出一步便倒地不起，从嘴里挤着话道：“魏前辈，疼，好疼，好疼啊！魏前辈，疼！”魏无羡看着蓝锦怡如此痛苦的模样，像是被当头一棒，赶紧上前扶着蓝锦怡，想以怨气给她止疼，可丝毫无用。他道：“锦怡，锦怡别怕，我在，没事的。”魏前辈，疼！思追，走走。蓝思追蹲在蓝锦怡的眼前，眼睛泛酸道：“锦怡，锦怡，没事的，锦怡。”方正，锦怡。蓝方圆抱着昏迷不醒的蓝方正，看着痛到极致的蓝锦怡，眼泪已经流了出来。魏前辈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魏无羡将蓝锦怡放到蓝思追的怀里，用剑在手心里重重一划，随即双手合十道：“以血为格，听我之令，所受之难，尔等为贪，所咒之人，速速而现。”瞬间怨气四起，在空气中卷起风尘。魏无羡将陈情立于嘴边，一首急促的曲子与怨气相撞，发出猛兽般的嘶吼。随后怨气将蓝锦怡与蓝方正团团围住，蓝锦怡的痛楚逐渐消失，在昏迷前仿佛看见魏无羡头发散开在空中飘荡，整个瞳孔都是红色，而他的身后无数个无手无脚的身体缓缓而现。魏前辈，他终究是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口，便昏睡了过去。蓝思追看着如此模样的魏无羡，甚是担心，睁大眼睛想拔剑冲上去，却被怨气裹着。4人被怨气保护得极好，随后一同被送走了。魏前辈，放开我！魏前辈！无论蓝思追怎么叫，都离魏无羡越来越远。而魏无羡此刻却嘴角带着邪笑，微微转身，看着这一堆无手无脚的身体，挑眉道：“诸位杀了这么多人，还不肯罢手？”回答他的不是人声，而是一阵嘶吼。那些身体张大嘴巴，朝着魏无羡怒吼，那嘴里分明空空荡荡，眼眶也似被掏空，整个画面看上去诡异至极。魏无羡冷哼一声，再次吹响陈琴，曲风邪魅狂躁，空气中吼叫伴随着这邪魅的曲子更加可怖。魏无羡带着笑，双眼通红，周围全是鬼魅，仿若身处地狱，而他便是这地狱的主宰。那些身体无法反抗，随着怨气的侵入，一个一个的消散，无处可逃。一曲毕，这地狱却突然发出了灵光，将这黑夜照得仿若白昼。一缕泛光的男魂凭空而现，他手拿魂剑指着魏无羡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尔修邪道，当诛杀之。”那些还未消散的身体朝着男魂飞去，躲在他的身后。魏无羡仿佛看见了一群莺莺燕燕的女子在寻求男魂的庇护，他道：“已死之人直流于世，害人无数，倒还义正言辞诛杀于我，真是可笑至极。”那男魂似乎皱了皱眉：“休要蛊惑人心，拿命来！”举着剑
便朝着魏无羡攻来。魏无羡哪能这么容易被一个鬼伤到，快速躲避，拔出随便迎了上去。那男魂倒也不是虚有其表，力道极大。这具莫玄羽的身体本就弱，又结丹不久，魏无羡自知拼剑是拼不过了，接下一剑后便往后退，看着男魂身后的身体，嘴角一笑，去，杀了他，杀了那个男人。魏无羡指令那些身体，原以为得费些功夫，可没一会，那些身体便像疯了似的朝着男魂飞过去，因为没有手脚，便用身体往他身上撞，一口一口的将男魂咬住。魏无羡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看起来富裕十足的小镇，镇上有一修仙世家，家主英俊风流，那镇上的女子皆是仰慕不已。一个一个女子进入仙家府邸，却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不见。转眼又到了一个黑暗阴湿之地，那里放着许多坛子，每一个坛子里都是一个女人的头，双眼被剜，舌头被割，无法动弹。当中却有一位站着的女人，她手里拿着无数封魂钉，哭笑着怒吼道：是我的，北羽是我的，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们这些贱婢，去死吧，统统去死吧！他将封魂钉一根根插入女子们的天灵处，却没有一个女子能发出声音。羽狼，羽狼，你好狠的心呐！羽狼，北羽哥哥，救救我！北羽哥哥，疼，好疼啊！北羽，北羽，北羽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哎呀，疼，疼啊，好疼啊！魏无羡拿着陈情的手略微颤抖，这些人竟死得如此凄惨，指令慢慢停下，一手破魂缓缓而出。他们被封在此地几百年，如今出来是不可能被感化了。若如此存在于世，于他们也是一种痛苦。那些女子的身体逐渐消散，看着魏无羡也不再反抗。蓝魂得了自由，又朝着魏无羡举剑攻来。你给我放开他们！这一剑是被蓝忘机接住的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挡在自己身前，安心的将破魂缓缓吹出，直到最后一具身体也消失。那男魂却疯了似的道：你杀了他们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杀了他们的是你，袁北羽。男魂突然愣住，一直摇头道：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的，我爱他们，我爱他们呀！是那只母老虎，是他。魏无羡气急道：你爱他们？你何曾爱过他们？你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，玩弄女子感情罢了。你的妻子也好，他们也罢，一切都是你做下的孽。如今又任他们害了百人性命，这世间留你不得。说完便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一人弹琴，一人吹笛，将眼前这人给净化干净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蓝忘机即刻收琴，将魏无羡搂进怀里。魏无羡瞳孔恢复了正常，无力地倒在蓝忘机的怀里，道：蓝湛，你来了。蓝忘机小心翼翼地抱着魏无羡，心疼道：我来晚了。天空突然变化，阴霾怨气逐渐消散，一丝太阳光照在了蓝忘机的脸上。魏无羡四处看了看，道：天都亮了，难怪我这么困。蓝湛，你抱我，我要睡一会。这人哪里是困了，分了那么多怨气保护着4个小辈，又站了一夜，分明是累坏了。蓝忘机将他打横抱起，往北雨村的方向去。几个小辈正守在北雨村口，见蓝忘机抱着魏无羡回来了，立刻冲上去。韩光君，魏前辈怎么了？蓝忘机道：晋升，他累了。蓝思追看着魏无羡，眼睛微红：累了就好，累了就好，羡哥哥累了。魏无羡醒来时，自己正睡在一个陌生的床上，转头一看，蓝忘机正在清洗不精，翻身起来便冲过去：蓝湛，我好想你啊。蓝忘机松了一口气，抱着他道：魏婴，可饿了？魏无羡摸了摸肚子，撒娇道：饿了。我睡了多久呀？我们这是在哪儿？蓝忘机道：半日，这是北雨村，你既醒了，我们便回云深不知处吧。这时一直守在门外的几个小辈也走了进来。蓝思追看着活蹦乱跳的魏无羡，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道：魏前辈，思追一定会好好修炼。蓝景怡也嘴角朝下，一副要哭的模样。魏前辈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，我也会好好修炼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而另外2个已经哭出声了。魏无羡道：
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了呢。别哭啊，不会还要我来哄你们吧？我家蓝湛可是要吃醋的。蓝景怡破涕为笑，又道：哼，那个袁北宇真是可恶，娶了那么多女子，间接害死了那么多人，被他妻子毒死也是罪有应得。过了几百年了，竟还出来作乱。是啊，好在李逵也没事了，小丫头也可安心了。魏前辈，外面的灵力都已经消失了，是不是诅咒已经没有了？魏无羡道：一切都结束了，这个北雨村也能恢复正常了。蓝湛，我们回去吧。蓝忘机道：魏无羡扑在蓝忘机的怀里，道：蓝湛，你载我回去吧。两人都搂着飞了几远了，小辈们才红着脸跟了上去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